大家好，在前面介紹 Anki 的影片裡面，我們已經有安裝了 Awesome TTS 這一個提供文字轉語音服務的功能，也就是簡稱為 TTS 的這一個服務。但是事實上 ，Anki 早在2020年3月份的時候已經提供了內建的 TTS 的功能了。在今天的影片裡面，我們就來介紹一下如何能夠很快速的來使用 Anki 系統內建的 TTS 功能，而不需要使用 Awesome TTS 或者是 Hyper TTS 或者是 GTTS。這一些附加元件，這樣子除了能夠更快的來使用 Anki 的文字轉語音功能以外，也能夠免除掉安裝附加元件的一些繁瑣的工作。以下我們就先來介紹一下如何來使用內建的 TTS 的功能。內建的 TTS 功能基本上就是把它當作是一個內建的欄位來使用，只要使用2個大括號，裡面再加上 TTS 就可以直接來使用它了。在開始使用內建的 TTS 功能之前，最好是使用 TTS-Voices 這個欄位來檢查一下，到底你的系統裡面提供了哪一些的語音服務。首先就把這一個欄位複製起來，再開啟 Anki 系統。在 Anki 系統裡面，首先進入工具，管理筆記類型，筆記類型的正面模板或是背面模板上面就可以來使用這一個欄位。我們現在可以直接使用這個基本型來看一下。選擇好基本型以後，再點擊右方的卡片，進入模板設定的畫面。在這個地方，先在正面模板這邊的下方，把剛剛複製好的欄位給貼入。這個時候就可以在右邊看到目前系統提供的所有的語音的服務了。可以看到這個 Voices 等於 Awesome TTS 這一些語音就是由 Awesome TTS 來負責處理的。除了 Awesome TTS 以外的這個 Voices 就是系統內建的，比如說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Microsoft David、Microsoft Mark， 就是我目前 Windows 系統內建的2個語音引擎。可以再看一下中文有哪一些可以來使用。在這個地方我們有 Microsoft 的韓，還有雅婷 Microsoft 的這個雅婷，有這一些可以來使用。那因此我們從這一個欄位這邊就可以來看到，目前我的 Windows 系統就已經提供了這些語音可以來使用了，因此就可以直接來使用需要的這些語音的內容了。首先把 Awesome TTS 給停用，來驗證一下是不是內建的 TTS 功能是可以正常來運作的。先關閉這個視窗，然後剛剛這個 TTS-Voices 就把它給捨棄掉，然後再回到工具裡面，進入附加元件，找到 Awesome TTS， 然後再點擊下面的這個停用。它現在已經是進入停用狀態了。接着再來重新啟動 Anki， 來讓剛剛這個停用的動作能夠徹底的生效。因此就將 Anki 重新啟動，結束 Anki 系統，接着再把 Anki 重新啟動起來。Anki 已經啟動起來了，再來驗證一次這個附加元件，確實這個 Awesome TTS 目前已經進入了已停用的狀態。接着就可以來做一下測試了。我在這邊有做了一個範例，先直接開啟這一個範例檔來看一下。這是一個 Yankee 這一個 Obsidian 的外掛，我透過這一個外掛將筆記的內容同步到 Anki 系統裡面。這個筆記的正面是朦朧的發音和解釋，在這個背面就會做一個解釋，然後同時就使用了 Anki TTS 這一個標籤來負責做發音。Anki 裡面使用 TTS 這一個欄位來發音的話，就是用 TTS 後面再使用語言的代碼，像繁體中文就是 ZH-TW， 簡體中文就是 ZH-CN， 美式英語就使用 EN-US， 接着後面再使用 Voices 等於來指定要使用的語音的類型，比如說你可以用 Microsoft 雅婷，類似這樣子就可以讓你的卡片來發音了。這是一個完整的使用的方法。在這個欄位的後面必須再加上冒號播音的欄位，比如說你要用冒號正面或是冒號背面或是冒號 extra 來做播音，因此它後面需要指定你播音的這個欄位。但是如果你有部分的內容需要播音，或者是你有制定的文字要播音的時候，這個時候就沒有辦法使用 TTS 這個欄位了。部分播音的方法必須使用下面這個標籤，也就是中括號 Anki 冒號 TTS， 把需要播音的內容放在後面，這樣子就可以讓這個需要的聲音給播放出來了。比如說這個朦朧，我在這個地方要播音的內容呢，就是指定了 len 等於就指定我要播音的語言是繁體中文，然後要使用的語音是 Microsoft 雅婷，然後後面要把這個裡面的內容給整個完整的播放出來。
我們可以來直接看一下它的這一個播放的效果。進入 Anki 系統以後，找到我存放的資料夾，然後再進入瀏覽，我們在這邊找到朦朧，然後來預覽看看。這個是正面，那我們來看一下背面。答案是朦朧模糊不清的樣子，此處形容月色昏暗。各位可以看到，它就根據我們的需要把這一段的內容給播放出來了。這一個就是我們可以自由來組合需要播放的文字的內容。雖然現在 Anki 系統已經提供了內建的 TTS 跟這個 Anki 冒號 TTS 這個功能，那 Awesome TTS 還有什麼作用呢？ Awesome TTS 其實還是有一個作用的，它能夠將我們指定的這一些要播放的內容直接產生成點 MP3 的檔案，到時候這個 MP3 的檔案就會變成是你本地的檔案，同時在你的不同的設備裡面做同步。這一個操作的方法呢是像這個樣子，我來操作一遍給大家看。剛剛的附加元件已經停用了，再一次把它給啟用起來，進入附加元件，找到 TTS 以後，再點擊啟用，它已經是變成啟用狀態了。再重新啟動一次 Anki 已經啟動起來了。用英文來做展示，進入這個7A-1- 單字資料夾，然後進入瀏覽。假設我要把從這個 birthday 開始，然後一直到 cookie 這一段的內容，要把它給插入 MP3 的檔案，然後選取好以後，就點擊 Awesome TTS， 再直接選擇這個 Add Audio to Selected。在這邊呢，一樣就是你要先選擇好你要使用的語言，在右邊呢要選擇我要播音的欄位是 Extra， 這個 MP3 的檔案要放到背面模板，然後直接點擊 Generate。他已經把5個筆記加入了 Awesome TTS 的 MP3 的檔案了，按確定，點擊這個 Birthday 來看一下，然後進入預覽。Birthday， 好，這個是我原先在正面模板裡面插入的語音，我看一下背面，因為我剛剛是把組合好的 MP3 檔案放入背面的。Birthday， 好，那這個就是剛剛插入進來的 Awesome TTS 的 MP3 的檔案，也可以看一下，在這個背面裡面就可以看到這個上的冒號，上的冒號就是 Anki 系統用來播放嵌入 MP3 檔案的標籤的寫法。今天就是為大家介紹了 Anki 系統內建的 TTS 的功能，希望對大家在使用 Anki 上能夠有一些幫助。我發現目前網絡上找到的一些 Anki 系統其實都是比較屬於老舊了，有一些新的功能其實都沒有被介紹到。希望在以後的影片裡面我能夠再來多介紹一些新的 Anki 已經提供的系統，希望對於大家在 Anki 的使用上能夠有一些幫助。如果你覺得我的介紹對於你的使用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謝謝各位。